我已经好久没有去想那个人。我想时间可以冲淡一切。我想，时间大概还不够。如果我没记错，这个时间你应该在厂区盘点。我马上就回去。后面的盘点都由你负责。为什么？擅离职守。当然，聂小姐要是不愿意的话，谁都没法勉强。我越级了。来的那位庄经理，人看着倒是挺认真的，也问了我很多行业相关问题。但华亚那边就来了这么一个人，这么年轻，职位也不想要，我看着放贷的希望不大，而且来去匆匆的，连厂区都没去。厂区都没进。对，我还特意邀请了，他说赶着回去开会，我就没有再坚持。华亚那边不强求。今天一信和我们谈得很好，合作态度很明确了。你跟他们推进一下具体的方案。好，我立刻推进。这几个也是上面的。好嘞。记好。小心！没事吧，西瓜？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你这是被什么砸了？一个小零件盒，还好没破皮。明天我要注意点儿，戴个帽子去。不用了，明天还是我。啊？为什么？
没事没事。主管，这周的盘点全部结束了，新单在这里。辛苦辛苦，赶紧休息一下。哎。妈，我这周不回家了。啊，我跟同事出去玩。拜拜。习惯，你这周也跟我们出去玩吧？不去。明天我要在床上躺一天，家都没力气回了。那你跟你妈妈说要跟我们出去啊？我随便说的。不然说我已经被上司折磨到不能动弹了。对了，你们明天去市区帮我带点吃的回来当晚饭吧。我们明天不去市区啊？之前我们说话你有没有在听啊？当然没有听啊，我累的耳朵已经聋了。那你们去哪里啊？去上海。不过回来会很晚，你得自己找吃的。上海？你知道我以前在北方念的书吗？现在来南方工作了，又那么近，当然要去上海逛逛啦。我们这里去上海可方便了，在公司门口拦车就行。我也去。雨华说她想去平安寺烧香。哎，对了，习光，你刚刚说什么来着？没什么。我也去。林总，你也去上海啊？我可以带你们过去。那太好了，谢谢林总。走。那西光坐前面吧。好机会啊！你好好跟林总打打关系，毕竟不是上班，大家都比较放松。走，走，雨华，上车。你们去哪儿？我们先去平安寺，雨华最爱求神拜佛了，听说那儿求财很灵的。我想去外滩逛逛，不过都说那儿是外地人才去的，但我就是外地人啊。你呢，林总？你去哪儿啊？哎，不方便回答的话也没关系。你顺路吗？不顺路的话，下了高速把我们放下就可以，我们可以打车的。西光最近很累的，听说盘点要爬上爬下，做升降梯什么的。西光还摔了一跤呢，手上和腿上都破皮了，脑袋还被零件砸了一下呢。
西瓜，醒醒，我们到了。你到哪儿了？天阳寺。他一定是晕车了，早点下车透透气儿。那谢谢林总送我们。谢谢林总。林总，拜拜。林总真是好人啊！我以为一到上海，他就会让我们下车自己打车呢。人家是看西光睡得像猪一样，不好意思赶我们下车吧？刚刚多好的机会啊，又不是上下班，你就不能好好说几句话，缓和一下关系？我不用讨好的。你怎么这么犟啊？哎，别在庙门口吵，咱们进去呗。谁跟他吵架了？谁吵架谁猪。你才是猪。我不进去了。不是，来都来了。我突然有了一个决定，我只拜我老家门口寺庙的佛，不能三心二意，不进去就是不进去了。啊，我陪你进去，来都来了嘛。不过以后我跟英姐吵架的时候，你得帮我。那肯定的，从今以后我都帮理不帮人。许愿，许什么好呢？后面的盘点都由你负责，为什么？擅离职守。让林雨森林总加速度的消失吧，升职啊、调回总部啊什么的都行，被外星人抓走也无所谓啊，求他快消失。许什么愿了你们？许的愿望不能说出来。不能说，不能说，神神秘秘的。不过在你们进行玄学活动的时候呢，我已经安排好行程了。我们先去外滩逛一逛，然后去城隍庙吃小笼包、菜饭、骨头汤，经典上海之旅。走。复健还一直在做吧？之前让你做的拿放黄豆的动作，也还在做吧？都在做。哎，拍，伸，握拳，好的。平时完全没有麻和痛的感觉了吧？没有了，但是黄豆拿到第3遍，还是会出汗，微微颤抖。一天呢，做1遍就可以了，不要急啊。好消息呢，是你的左手，如果作为一个常人，可以说啊，已经恢复得非常好。但是，林医生，真的是你，我刚看背影就像。你回医院了？钟医生，好久不见，我来复诊，刚看完。哦，你这是去对面停车场取车？你怎么不停医院里啊？你走过去还挺远的。都辞职了，车牌肯定被注销了。辛苦啦，盘点了1周。哦，还好。跟大家说个事，
前天林总在上海出了点意外，让林雨森林总加速度的消失吧。他没事吧？还好，人没什么大事，不过脚受伤了，需要静养一阵子。这个月林总的工作由我接手，但是厂区扩建和融资的事情，还是需要他看一看，给出意见。所以需要一个人去林总家里接送文件，也不会太频繁去，1周1、2次吧。你们谁愿意啊？张总，我去。首先当然是因为扩建的事情，我一直在跟进嘛。然后大家也知道，林总对我的印象很不好，所以我想争取这次机会，改善一下林总对我的印象，顺便救赎一下我内心的罪恶感啊。好，就你去。谢谢。26号。阿姨你好，请问这是林雨森先生的家吗？是的，林先生公司的吧？他在书房等着呢，快请进。林总怎么样啊？有没有事？医生怎么说？没事没事，问题不大的，就是有点引起旧伤复发了。医生让静养，一次性养好。现在呀，不让多走路了，也不好站太久。都不能走路了？我许愿这么灵吗？说消失就消失，还这么惨烈？完蛋了！我真的要见被害人吗？那我会不会不方便进去啊？阿姨，要不你们帮我把文件递给林总吧？我问问林先生。小姑娘，你等等啊。谁在外面？林先生，你公司的员工啊，一个蛮标致的小姑娘给你送文件来的，你看她方不方便进来啊？还是我拿给你噻？让她进来吧。那你进去吧，我给你倒杯水。哦。林总，是你。其他人都没有空。张阿姨，哎，带她到客厅坐坐。好。小姑娘，林先生说让你把这单子上的资料明天带过来一下。明天还要来？林先生是这么说。林总，这是你昨天要的文件，我都带来了。我去外面等。
林总，我忘带手机了，可以看一下你客厅茶几上的杂志吗？你不会有兴趣，都是医学期刊。哦，那我出去的。来吃点水果。哦，谢谢阿姨。这些杂志都是以前林先生订的，好像一订就是好几年，从来没有断过。这次我回上海，就顺手从上海带回来了，也不知道他现在还会不会看了。哦，林总以前一定是很敬业的医生。他从小就特别优秀又勤奋，大家都说他是天才呢。可惜。林总，你喊我？你在书房坐着，我有些问题，随时要问你。哦，好。明天下午，陈阿姨有事回上海，你自己开门。一会儿让陈阿姨把备用钥匙给你。 什么情况？我送个文件而已，怎么都有钥匙了？我拿钥匙，会不会不合适啊？难道你要我开门？哦，没有没有。等一下，我明天还要再来，那岂不是连续3天都来林总家？那同事们……小聂啊，这份文件呢需要林总签一下。还有这份，这个比较急哦，西光，你跟林总说一下，这是今天就要。嗯，不是，你们怎么都直接给我？ 我帮你保密，你悄悄告诉我，你跟林总是不是有什么情况了？
林总，我是聂希光，我现在可以开门进去吗？可以。坐。林总，要我给你倒点水吗？林总，可能要等几分钟，开水没有了，我要烧一下。加了冰箱里的冰块，所以不太烫，现在就可以喝。聂希光，你为什么觉得内疚？什么？你脸上藏不住心思。你第一天来，我就觉得你很内疚。为什么？我不是故意诅咒你的呀，而且我该怎么回答你啊？说我在庙里诅咒你了，所以你就出事了，这也不科学啊。聂希光，这是我第2次事故，第1次车祸断送了我的职业生涯。我的左手。如果这次车祸能勾起聂小姐什么久远的回忆，那我会感到非常高兴。什么久远的回忆？林总，你在说什么？你可以回去了，钥匙放在玄关，以后不用再来了。我只是配合你们调查，不是犯人，放尊重点。喏，谢谢。这些文件是什么？这些是明天林总要签的，张总说还是给林总过目一下，就放你这儿了。主管，这些是给林总的文件，林总说不用我去，就先放你这儿吧。怎么了？你明天不去了？
林总说以后不用我送了，好端端的怎么不让你送了？希光，你是不是又得罪林总了？好像是。你又咋了？我不知道啊。我这一路想破了脑袋，喝光了奶茶都没有想出来我到底哪里得罪他了。哎，这2天他不在，我要好好放松一下。等他回来，我又要面对更惨痛的加班炼狱。王姐，资料。西瓜，我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呀？啊？我给林总送文件，手机静音了。你刚回来呀？那你回来的时候看见莫总没有？我看见了，他怎么了呀？好像不太对。有巨大好消息，晚上我请你和蛋蛋去经济湖吃饭。英杰，你和雨华也来啊。莫总亲戚不是抢过你们宿舍吗？这下他可得。干杯！琪琪，你快说说怎么回事？我们管理部一点消息都没有。莫总被抓走了。吴总偷偷告诉我的，他知道我上次受了气。听说盛远内审查出了很久以前莫总在盛远任上渎职收回扣的事，所以总部来人把他带走了。吴总说，可能总部直接报了警，来的是便衣，直接把人抓走了。但不管是什么，他都办事回不来了，对我们来说就是大仇得报，太爽了！干杯！来，干杯，干杯！上次付错款的事，我是做错了，我也认。但他们居然想让我们财务部背全部的锅，这就太过分了。就是，他们采购部啊，就是这个作风。是总部带他走的，跟我们公司无关吗？拔出萝卜带出泥，他在这边肯定也不干净，回头我们这儿肯定要查的。等审计人员来了，我一定全力配合，自愿加班。我前盟友真厉害，动起手来好快。西光，你刚说什么？我好像听到你说前男友。你别乱说，我还没练过呢。我是说，有一个 NPC 特别厉害，收拾了一个欺负过我的怪，所以虽然做他的任务从来没有奖励，等他上线了，我也打算好好完成他分配的任务。是吗？走。林总，你回来了。林总早。走。果然要发任务了。英杰，把各部门复盘报告整理好，拿到办公室。哦，好。那这个就放你这儿。行。怎么好像突然没什么事干？完蛋了，等送完人要回来批评我了。前任采购部长的事，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。集团目前正在详细调查中，我暂时
不予定性。但是希望各位同仁，包括我在内，都要引以为戒。接下来，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加入双远大家族的新同仁。陈总，从即日起任采购部部长。陈总在光伏行业深耕10几年，是一位女中豪杰。张总，您过奖了，以后大家多沟通。丁总，任工程部部长。王鑫，任采购部副部长。我衷心希望能和各位携手共进，长远地走在双远未来发展道路上。接下来由林总为大家梳理一下融资方面的进展。经过多轮磋商，一信信托将为双远的扩产扩建与 PERC 电池技术的商业化投产项目发行对应的非标信托产品。厂里的2期扩建工程停工有一段时间了，土建承包商和设备供应商都是之前采购部指定的。丁总，你刚入职，要尽快熟悉工程情况，验收一下已动工的土建和已入场的设备，做一个详尽的工程进度周期表给我。承建商和供应商层面，该整改就整改，该更换就更换。好，你放心。哎，自从莫总被总部带走之后，我们公司高管换了好几个了吧？很正常吧，新官上任肯定要换上自己的班底啊。英姐，你有没有觉得林总回归这半个月都不怎么给我安排工作？有吗？有啊，我都闲得在电脑上看八卦了。结果有一天，他正好从我背后路过，我都没来得及关，他看了一眼，我以为他要骂我，结果他好像没有看到一样。后来也没怎么样。这还不好吗？看吧，送几次文件还是有效的，好感度直接刷上去了。是吗？可我怎么觉得他是懒得再搭理我了，好感度更低了呢？那怎么办？再努力一下？我才不要，不加班还不好吗？我的人生终于重新快乐起来了。啊，快走快走快走！叶希光，希光，不要怕，看着我，能不能听听我说话？回答我，今天星期几？星期天。希光，他怎么样了？你好，这里是工业园区宇光路1号双远光伏员工宿舍1栋，有人高处坠落，现处于昏迷状态，需要救护车。没有明显的头颅外伤，摸不到头皮血肿，各项体征平稳，但有短暂的意识丧失。我们大概还有15分钟到医院。希光，希光，叶希光，别睡，尽量保持清醒。老林月，希光，你别笑我。希光。希光，没事，久等了。
刚刚有个急症病人。就初步检查来看，没什么大问题。病人先去做 CT 扫描，病人家属先去洗血。 谢谢。我没什么事吧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叶希光。我呢？林雨森。你还记得你是怎么掉下来的吗？爬阳台掉下来的。我是盛先民的外孙。你有印象吗？ 盛先民，盛远的董事长吗？你没说过呀。很好，你意识很清醒。你身体状况良好。 各项检查都没有问题，除了皮外伤，没什么大碍。不过，最好住院观察一下。英姐是跟着救护车来的，我让她回去了，明天她会来照顾你。她吓坏了吧？她吓坏了，我真是为聂小姐的宅心仁厚感到诧异。这种时候居然还关心别人的心情，你要是真有这么善良，为什么？ 看在我已经够倒霉的份上，你能不能稍微控制一下对我的偏见，和颜悦色一点啊？你哭什么？你毫发无损。 有什么值得哭的？我连哭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要不是你朋友那声惨叫，我也不会掉下来。
我被你害得这么惨，还要被你各种讽刺，我哭一下都不行了。因为我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谁？我是有多倒霉才会遇见你？又是摔倒，又是被零件砸到，你知道盘点有多累吗？现在我还从楼上摔下来。西国，林雨森，我有个问题。你说。我是聂成远的女儿又怎么样啊？我们两家又没有仇，你为什么要这么为难我？我们两家真的有仇吗？盛家和令孙一向合作愉快。那为什么？我也想知道，为什么？聂西国，感动吗？我也是。他这是怎么了？现在不是我在控诉他吗？怎么感觉我才是伤害他的那一个？你还好吗？这句话。现在看东西还有失焦的情况吗？暂时没有。手后面呢要认真复健。日常生活不会受到影响的。医生，那做手术呢？他是神经外科的医生。对不起你，是我害了你。你动了10几年的医，这是意外。对不起，那个他有事一时来不了，下次我一定把他带过来。不用了。
哭了。搁浅玻璃上，看不清方向，一如既往。你是我的梦想，幸福的模样就在前方。完美结局是不分离。以后最怕我还是我不会再这样。失去你，时间如何带走悲伤？最后剩我游荡，睁开眼闭上眼，怎么遗忘？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对你。一定。找寻你的微光，不想写下最后篇章。来，林博士，告诉我，你那位小病人和你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这么伤心？他从楼上摔下来，我是他的上司，关心不是应该的。哦吼，听起来啊，充满了人道主义关怀的。他还有点不舒服，要输液，住院比较放心一点。有更需要的病患进来，我们立刻办理输院。行，不过你老实交代吧，是不是看上人家妹子了？你不能自己辩证。辩证完了，迟发性恋爱脑晚期。这是什么呀？哎，不是给我的。阿姨煮的粥，你又没生病，喝什么白粥？西瓜，我的光啊！你没事了吧？我罪该万死，我对不起你。要是有什么事，哎，你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，我直接自挂东南枝算。啊，你干嘛这么夸张？我没事儿，就是一直后的疼。那医生怎么说呀？你这个额头上的擦伤，还有手上这个擦伤，会不会留疤呀？肯定不会留疤的，放心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了，又不怪你。有胃口吃早餐吗？有。小心腿啊！你们在哪儿弄的保温桶啊？我其实在医院订餐就行。不是我们的，我们就买了点水果和这种粥。来的时候正好看见林总站在楼下发呆，他让我们把粥带上来的，好像是他家阿姨熬了送来。西瓜，你住的是单人间？哎，这种单人间咱们医保好像不给报销吧？哎呀，你担心什么呀？林总昨天晚上已经把钱付过了，不过也是应该的呀。要不是他那个朋友大喊大叫，西光也不会吓得摔下去。哦，你怎么知道是朋友，不是女朋友啊？你昨天没看到啦？林总疾言厉色的样子好吓人呐。其实西光摔下来的时候，那个女生也吓着了。那如果是女朋友的话，林总肯定要安慰她的吧？结果完全没有啊。我听着，好像是以前的同学吧。不过西光，你也别太怪林总了。昨天送你到医院，所有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做的。哦，对了，你昨天还吐了他一身。我吐了他一身？对。我真的没事了，你不要担心。快回去吧，我估计我明天就可以回去上班。别了，你还是好好休息几天吧，千万别逞强。那我们先去上班，下班再来看你。
那我们先走了，走吧。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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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啦。不过西光，你也别太怪林总了。昨天送到医院，所有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做的。在救护车来之前，给你急救啊、检查呀，林总还得扶着你，让你吐他身上，不然的话你就掉下去了。也不知道林总的手怎么样，他昨天是直接冲过去单手接的你，都跪倒了。昨天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像影子追逐着光，你道歉一下，也太刻意了吧。你假装笑容无恙，却掩不住伤。You are the sun in my life， 却隔着长夜无法抵达。我只能安静等待。你现在怎么样？等晨曦会不回来？你现在怎么样？不好意思，我刚刚睡着了，感觉没什么问题了。一会儿我去看看。还来啊？一会儿是真的一会儿。正好走到门口。
下吧，最好多卧床休息。感觉没事了。那个，对不起啊，我听英姐说，昨天吐了你一身。之前做医生，这些都习惯了。那你的手，英姐说好像受伤了。没事。聂希光，如果我把之前的一切都忘记，你呢？我之前那样对你，也一笔勾销。这是要和解？我这个人从来不记仇的。那就好。那你为什么突然要一笔勾销什么的？因为我怕。我最怕生病的人哭。他前面半句不会是想说他怕我哭吧？我一般也不哭的。哎呀，林博士，你不是回去了吗？怎么又来了？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，今天体力还能这么充沛，真不愧是当年咱们医学院第一禽兽啊！我这种夜班连早班的活啊，就该给你上，啊！来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大学和留学时期的双重师弟，林宇森，林博士。我知道林医生，拜读过你发表的关于脑干肿瘤的论文，可惜上次我去你们医院进修的时候，却听说你已经离职了，不知道林医生现在在哪里高就啊？我已经不再从医。这怎么会？人各有志。OK， 叙旧的话，以后再说。聂希光是吧？我姓方，是你的主治医生。头还痛吗？有一点点痛，就是一抽一抽的疼。哪里啊？正常现象。好歹是从2楼摔下来的，不可能一点事情都没有的，慢慢恢复，不要急。从片子上面来看的话，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不过最好还是住院观察一下，好好休息。那我改天再过来。大好机会，独处时间，你这就出来了？没理由待着。不是吧？你这样怎么追女朋友？哎，看来还得师兄我亲自出马呀。说起来，我最近的确有一个手术，是你擅长的领域。
林总，你不用给我送早餐，其实我自己订了饭。顺带的，你的主治医生是我的老同学，他有个手术，正好是我擅长的领域，所以邀请我讨论一下手术方案。哦，那你不用上班吗？我昨天加班到3点，然后请了年假。3.0乘2.7厘米，这个位置不太好，压迫到脑干了。这个大小和位置，还是建议做开颅手术，成功率会更高一点。目前患者更倾向于伽马刀。你之前是不是有一个患者，位置大小和这个差不多？那个位置更凶险一点。我看过那个病例，患者面神经粘连程度很严重，最后居然保住了听力，也没有面瘫，真是太厉害了。患者术后嘴角有轻微麻痹的症状，不过半个月后，这个症状就完全消失了。林医生保面保听率奇高。我只做过几例，不足以说概率，只能说有运气的成分吧。他好像真的很喜欢当医生。这是实例，李医生以后手术做多了，说不定这个成功率啊还会提升。这个秦医生也太鲁莽了吧！知道人家不当医生了，也不打听一下原因，还说这种话。正好时间差不多了，大家一起去吃个饭，怎么样？哎呦，最近接到的任务可真多啊！吃饭了，我们的病人也一起去吧。我也去。是啊。毕竟占用了你的病房，当然要付费了。我看过。当病人当到和医生们一起吃饭是怎么回事？所以，你每天吃的饭都是林总送来的。要不然就是和林总或者是方医生他们一起吃。陈阿姨说她是送给林总的，林总在这边有事嘛，就顺带给我带一份。你觉得这科学吗？我就是觉得不科学，所以才找你来讨论呀。喜光啊，你有没有觉得林总可能对你有意思啊？你能用你的脑袋来思考吗？如果真像是你说的那样，那他的感情回路也太清奇了吧？他是怎么从讨厌我，噔一下子变成喜欢我的？所以嘛，他可能真的是在跟医生们讨论一个蛮难的手术。另外，他觉得我掉下来，他多少有些责任。而且也不是他给我送饭了，是陈阿姨送，她只不过是从楼下拿上来，顺便看我一下，然后很快就走了。如果不走的话，就是跟一群医生在这里讨论医学问题，还有医学圈八卦。在这里，那你听得懂吗？
所以我叫你给我拿游戏机啊。林总的年假还真是超凡脱俗，你说他是不是工作狂啊？平时在公司加班那么猛就算了，放个假还要来医院。方医生说他以前就很可怕，在医学院的时候简直不是人，进了医院更不是人，做10几个小时的手术，就跟没事人一样。你的主治医生还跟你说了蛮多林总的八卦吗？是哦，他好像很爱拉着我胡扯，感觉有点话痨。还真想不出林总当医生的样子。哎，细光，你跟林总的关系有没有好一些？机会难得啊，你可别一直这么倔了。也还好啦，那吃人嘴软嘛，也会正常的聊几句。我倒是觉得，林总对你的态度跟以前蛮不同的。那，你为什么突然要一笔勾销什么？因为我怕。我最怕生病的人哭。英姐，我是不是哭起来特别的可怕呀？要不就是特别的楚楚可怜，让人有转变态度的功能。我还没见你哭过呢。来，干嘛？插一把试试。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哎呦，医生救命啊！哭一个。林总，你先坐，我在过很难的一关。你先坐，先坐。哎呦，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 Falling out of time when you are near, singing in silence, and the world stops spinning out of line so uncontrollably. When you are near me, in my dreams. 对不起，我刚刚玩游戏正好通关，太入迷了。这样好像也没什么礼貌。哎呀，你现在不宜进行这么激烈的脑力活动。好的，林博士。通关了吗？ 没有。
早上好，今天感觉不错。是的，林总，我觉得我已经满血复活了。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？你问你的主治医生。哦，住院是挺无聊的，所以我给你拿了些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你不会特意去公司拿的吧？其实我并不像你这么工作狂，我一点都不喜欢加班的。玩游戏费神，用工作来休息一下。你确定这是休息？当然，用脑区域不一样，相信我，我神经外科博士。至于游戏，你可以交给我。昨天没通的关，我帮你。